看完了举世闻名以及让人心情澎湃的佛跳峡之后，我们就打算进藏。第一站就是云南的德钦，也算是云南跟西藏交界的地方。我们沿着214国道一直往前行，也就是俗称的滇藏线。这边的环境看起来是非常不错，有点像小江南的感觉。在香格里拉这边，到处都能够看到草原，它这边的气候也比较适宜，因为海拔大概是在3300米左右。我进藏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高反。刚出香格里拉没多久就碰到堵车，因为滇藏线214经常是可能有塌方，所以堵车很正常。另外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滇藏线也好，318也好，堵车特别多。你看前方应该是有点塌方，有一个挖机在那里，然后看看上面全是这样的，所以在滇藏线开车一定要小心了，很多落石。所以都在说雨季以及这种寒暑假，在滇藏线318堵车是非常正常的。我昨天还看到一个人介绍，在318堵了5个小时。那今天不知道这里能堵多久啊？像马路边上的这些土堆啊，都是那个铲车把它清理过来放在这边的。在这个滇藏线旁边，就是举世闻名的金沙江大峡谷。金沙江大峡谷，我们前2天去看了虎跳峡，那里最高处到下面大概3900米。那么在这些地方，大家看一下，到下面可能也有上千米啊。而且有一点，感觉出了香格里拉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山有点像黄土高原，都是光秃秃的，都不长树。我们在香格里拉还看到有点像小江南，有草原。那这里呢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大概等了半个小时通车了，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这里是由于大面积的塌方刚刚被清理出来了，所以可能滇藏线这些比较多，后面可能还会碰到。像我们现在行驶的，很多人可能以为是隧道，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棚洞，它的作用其实也就是相当于防止上面的落石滚落到马路上来。我是第一次进藏，也是第一次走214国道，可以看到右边这些全是防护网，就是防止落石下来。尽管说是有落石，但是可以看到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有点像走到陕西和甘肃那些黄土高原的感觉，非常相像。下面就是金沙江，又碰到一处塌方的，不过现在已经清理出来了，可以缓慢的走，但是是单行。看一下，反正这一路看到非常多这样的。以前只是听说或者网上看得到了，现在是真的实际体验到了。我们是往德钦县进发，我们现在相当于是在金沙江峡谷的底部行驶，走到半中间又碰到了，在短短的差不多70-80公里，已经碰到3处有施工了。所以来滇藏线去西藏走318也好，一定要有这种心理准备。那旁边这个也是一个床车啊，好多越野车啊，都是外地过来的。这前面几辆车都是可能去西藏的。走滇藏线也好，或者是说318也好，基本都是在这样的峡谷当中，或者是在高山当中行驶。也就是说，上山下山，再让大家见识一下金沙江峡谷的恐怖之处。你看看，从下面到底部，就随便都是上千米的距离。在这个途中还看到一个白马雪山，只不过可能是夏天雪融化的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停下来观看。看起来也非常气派呀，估计冬天特别好看。过了白马雪山，离梅里雪山就很近了。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德钦，这里是进入西藏云南的最后一个县城。我身后就是举世闻名的梅里雪山。本来今天打算是看日照金山的，但是看现在的天气，应该是不行。本来为了看日照金山，我昨天就是在这个国道旁边露营的，可惜今天天公不作美呀。梅里雪山海拔大概是6700多米，很多人一听说雪山
就认为是在西藏。其实梅里雪山大部分是在云南境内，它并不是一座雪山，它是一座南北走向庞大的雪山群，全长大概有150公里。我们是称呼梅里雪山，它在藏区称卡瓦格博雪山。梅里一词在德钦藏语是翻译为药山，因为梅里雪山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，同时也是藏传佛教的4大神山之一。梅里雪山最高峰卡尔格博峰海拔高度是6740米，是云南省最高的山峰。其中梅里雪山有13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在卡尔格博峰周边环绕，是青藏高原东南缘最高山。这么高的山峰，冬天肯定是白雪漫漫，白茫茫的一片。由于梅里雪山是南北走向，当太阳从东方升起，那一缕阳光照射在雪山上面，就像是一座黄金的山显示在前方，所以这个就是日照金山的说法。我今天早上5点半起来，一直等到8点都没有看到太阳，非常可惜。如果大家要来看日照金山，最好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。在这个214国道上面有很多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日照金山，特别是这个地方叫做飞来寺，有很多酒店，基本上打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梅里雪山，能够看到日照金山。不过相对来说就是价格会偏高一点。不过大家来的时候要注意，由于这里的海拔是3000多，早上的话一定要多穿一些衣服，因为这里实在太冷了。另外我们熟知的世界上最高峰喜马拉雅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峰8000米的7000米的都被人类征服过，就已经登山上去了。而梅里雪山一直都没有人登上去过。那么有没有人想上去呢？还真的有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中日联合登山队大概是17名队员就想登这个卡尔伯格峰。当时呢，山峰附近的藏民是强烈反对，他们说这个卡尔伯格峰是他们的神山，不允许登陆，如果一登陆会带来灾难。那当时呢，中日登山队还是依然去登这个卡尔伯格峰。那到了大概半中间的时候嘛，发生雪崩，17名队员全部遇难，是迄今为止全亚洲最大的灾难。于是后面梅里雪山被申请立法，永远禁止攀登。所以卡尔格博峰是一座没有被人类征服的山峰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想，海拔8848米的，为何只有6740米的梅里雪山没有登上去，而且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？其实大家有一个误区，尽管说珠峰是世界最高的山峰，有8848米，但是珠峰大本营那里的海拔是5300米，所以从珠峰大本营那里出发到达最顶峰只需要攀登3500米就行。而梅里雪山不一样，梅里雪山海拔是6740米，但是在河谷就最下面海拔大概是2000米，那么攀登上去大家算一下要4740米，将近5000米。那么你要攀登一个山峰5000米，这个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千百年来住在梅里雪山，特别是卡瓦格博附近的人都把这座山峰当着神山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卡瓦格博虽然比珠峰低，但是它那个雪山的陡峭程度比珠峰要大。大家都知道，越到上面是越困难，一个是冷，一个是环境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梅里雪山就是卡瓦格博峰上面的那个气候变化无常，比珠峰都变化快，变化大。综合这几个因素，卡尔格博峰一直没有被人类征服过的原因就是在这里。故而梅里雪山、卡尔格博峰成为人类的禁地是名副其实的。